各位华盛顿特工，大家好，这里是灰毛特工。还有不到一周，也就是2月25日，就将要迎来我们的新赛季了。所以本期视频就抢先为大家带来一把在新赛季中我认为还是比较有趣的奇特冲锋枪牛两鸟，以及其对应的配装。首先，对于这把冲锋枪的名字牛两鸟，大家可能有些疑惑。牛两鸟是一种南非大陆的食虫鸟类，它们经常会通过停在一些大型动物的身上来寻找其毛发皮肤中的寄生虫和虫卵，以完成进食。甚至有的时候，牛两鸟还会对身体上有伤口的动物们进行趁火打劫，即附在其伤口上吸食血液。所以牛两鸟也被戏称为吸血鸟。我们回到游戏，相信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这把武器的天赋就是在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可以恢复我们的盾牌。结合该装备的特性来看，这个名字起的还是非常的巧妙的。该天赋也是类似于吸血流，只不过这个回复的是盾牌技能的后价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装备该技能并开启后盾后，后盾的生命值会以每秒 10% 的速度损失，而后盾的恢复量为武器所造成伤害 25% 的生命值。这个护盾的恢复量是及时生效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持续的高输出来抵消每秒减少 10% 护盾的 debuff， 且能做到快速的恢复盾牌，从而增强我们的生存能力。同时，由于该天赋的 debuff 是按百分比来减少的，而高输出也可以为我们带来更高的护盾恢复量。所以我的看法是，越高的伤害越可以充分发挥该武器的优势。视频中我使用的也是一个全火猎人的搭配。装备该武器后，盾牌虽然很强力，但还是要小心一下爆炸，毕竟爆炸还是护盾最致命的弱点。All clear. I repeat, the compound is all clear. No, that can't be all of them. Check the interior while I get Henry's people to maintain the perimeter. 可以看出，官方推出这把武器的用意是想让全火也拥有贴脸输出的能力。从该装备的实战表现来看，也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开盾的状态下，只要输出不断，回复就不断，大幅的增加了全火装的生存能力。现在全火也是可以比较安逸的和怪贴脸输出了。接下来我们看配装。首先特化选用狙击，因为可以使用测试无人机配合微波线圈修改器，让敌人持续的燃烧。主武器牛两鸟，天赋共生，部署护盾时每秒损失护盾生命值的 10%， 你的护盾会恢复此武器造成伤害 25% 的生命值，
就是护盾吸血流。武器外观可以看到，这是一把 MP7 的奇特，看上去像是在 MP7 外面套了一个 3D 打印的外壳。武器前端还有一只会旋转的镭射激光，在举枪时还会转动，也是非常的炫酷。接下来装备选用的是全火猎人，当然如果把猎人换成突袭也是不错的选择。面具猎人，副刺条爆伤爆绿，胸甲双爆锁扣，插件精防天赋威吓，枪套护膝手套也多为猎人，副刺条爆伤，最后背包追盗。修改器方面，主动修改器过载，启动后可以瞬间补满我们的动量条，且获得一系列加成。被动修改器，第一个微波线圈，天赋是为扫描的敌人附加燃烧效果，可以配合测试无人机的扫描。暴击动量，暴击有 50% 概率获得 1% 的动量。暴击复原，暴击可以恢复 0.5% 的最大装甲值，增加生存能力。下面进入实战，看一下这把武器在海军广场的实战能力。可以看到，这里护盾的回复速度是非常可观的，贴脸无压力。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该武器，还是要把握好开盾的时机，不建议一直开盾，因为一旦开盾，就会以每秒 10% 的速度损失护盾量。所以建议只有在有把握可以对敌人造成持续伤害时，才可以开盾。反之，如果开盾后未及时击中敌人，这个护盾的损失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这把武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比较吃操作。总体来说，我认为这把武器的设计初衷非常好，不仅给予了全火更高的生存能力，也带来了一定的可玩性。当然，这把武器的缺点也很明显，我认为其中最致命的缺点还是武器的数值。这把武器的数值是处于一个可以看，但绝对算不上优秀的状态。这把武器的白板伤害，即使在全火状态下也算不上很高，大多情况下只有60万左右的伤害。其次就是40发子弹的弹容量，导致经常需要换弹，而在换弹的空档期间，也很少有人会去收盾，这都不经意间造成了护盾值的损失。所以我个人对这把武器的看法是好玩，天赋设计也足够新颖。不过这把武器的强度还是有待商榷。那么特工们对这把新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参与讨论。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诸位观看，这里是灰猫特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